大家好，我是 Timmy。今天我们来做水果冰糖葫芦。那做冰糖葫芦，大部分水果呢都可以，只要不出水呢就行了。材料和做法呢都非常的简单。材料呢有细砂糖、水以及水果。那我今天用了冰箱里面剩下的这些水果，还特意去买了一些山楂。那大家可以选择任意你喜欢的水果，然后做出你喜欢的水果冰糖葫芦。首先，我们把要做冰糖葫芦的那些水果呢，全部都清洗干净，然后沥干水分，不然的话，待会糖水浇上去呢会飞溅的哦。其实大部分水果呢都不需要处理的，像这些金桔啊，还有这个草莓以及小番茄，因为它表面呢都有一层皮，所以只要把表面的水分吸干呢就可以了。但是像奇异果这一类的水果，我们把它的皮削掉之后呢，它表面会浮有一层水分，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厨房纸巾给它吸一下，把表面的水分呢给吸走，不然的话这样子直接拿去裹糖，那个糖呢会融化得很快哦，因为糖遇水就会融化嘛。像哈密瓜那些比较大的水果呢，我们就需要把它切成小块，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挖球器把它挖球。那我这里准备了一个苹果，这样就可以挖出一个半圆。那我们把它挖出2个半圆之后呢，再用刀把这个面切平，然后我们像这样子把它对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小球啦。然后呢，我们再准备一根竹签，把这个球穿起来。那我这里呢还有个哈密瓜切成的半圆。好了，那这样一串丸子呢就做好了。我们要把哈密瓜和苹果表面的那些水分呢稍微吸干一下，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一旁备用。如果买不到竹签的朋友，在家里面可以用牙签来替代哦。像这样子一个小球，我们可以用牙签这样子穿一个就好了。那传统的冰糖葫芦呢都会用到山楂，一般呢都是直接这样子一颗颗呢穿起来了就可以了。但我习惯呢要把里面的籽去掉，那我现在教大家怎么去。我们可以用一把刀在这山楂的中间划一刀，然后用手呢轻轻的掰开，再用刀尖把它给挑出来。好了，然后我们再把另外一半的山楂盖起来，然后用一根竹签把它穿起来。那我们继续把山楂再处理一下，用竹签把它穿起来。像这样子一串传统的冰糖葫芦呢就穿好了。那水果大家可以搭配各种不同的颜色，像我这样子先穿一个金桔，然后呢再穿一个草莓，最后呢放上一个杨桃，这样子色彩缤纷的水果串就穿好咯。这里再教大家做一些特殊造型的糖葫芦。那我们可以准备这些可以切成大片的水果，我们切厚一点，把它拿过来，然后呢再准备这样子做曲奇的模具，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水果上面呢，压出一个形状了。这样一个心形的哈密瓜呢就做好了，我们用竹签把它穿起来。那水果串做好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糖浆咯。在做糖水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下模具的处理工作。传统的冰糖葫芦做好之后呢，都会放在一块完全浸透水的木板上面冷却的。那今天呢，我用烤盘来替代了。我们可以用厨房纸巾沾一点玉米油，然后在这个烤盘上面薄薄的抹上一层防粘，这样子待会儿做出来的那个冰糖葫芦可以更容易的取下来哦。模具处理好之后，我们来做糖浆咯。那今天教大家如何不用温度计来判断这个糖水是否煮好了。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厚底的奶锅，煮糖水锅底一定要够厚哦，不然糖很容易焦的。
因为家庭制作冰糖葫芦，糖的用量呢会非常的少，温度的变化呢很大，即便有温度计也很难控制它的温度，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观察这个糖的颜色啦。那我们现在先把细砂糖倒进去，然后再把水加进去，接着我们开中火。我们可以用勺子稍微的搅拌一下，让这个细砂糖呢加速融化。糖水在沸腾之前，我们这样子搅拌呢是不影响的。沸腾之后呢就不要搅拌哦，这样子会引起翻砂的。水沸腾了，当所有的糖都融化了之后，我们现在呢要把火转为小火。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再去动它了，也不要再晃动锅子。等到这个糖水到达我们所需要的状态，这个时间呢可能会有点长。糖水沸腾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它会溅到这个锅的边缘呢，周围都是糖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把刷子，然后沾一点水，把边缘那些溅起来的糖浆用水把它刷下去。糖水翻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糖水过饱和之后有结晶析出了，温差太大或者是外界因素干扰到它，刺激它结晶了，所以就翻砂了。我们煮糖的时候不要反反复复的调整火力的大小，因为这样就会温差过大，刺激糖水结晶。应该中火把糖煮融化了，转小火慢慢等待糖水熬煮到位，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但这样子可以降低失败率。如果熟悉了之后，可以控制这个糖水的状态了，可以一直中火熬煮到位的。所以糖融化了之后就不要再晃动锅子了，因为锅边的温度肯定比糖浆温度低，这样也会刺激糖水翻砂的哦。同理，如果室内的温度太低，也有可能会刺激到糖水翻砂的，所以我们煮糖水温度要稳定。当我们观察到糖浆开始慢慢的变黄，就说明这个温度呢已经在150度左右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锅子从炉火上面移开，因为厚底的奶锅它具有保温作用，离开火之后它的温度还会往上升高2到3度的。如果大家不确定，可以准备一根竹签，把它插进去这个糖水里面，沾一点糖水，然后把它放进这个冷水里面泡一下，等到它糖水变硬了之后拿出来用牙齿咬一下，如果它是脆的，就说明糖水呢熬煮到位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水果来裹糖浆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先用这个山楂来裹一下。首先我们要把锅子倾斜，把糖浆聚集在一起，把水果在糖浆中迅速转动一下，让它的表面均匀地包裹一层糖浆，然后再马上拿出来。裹完糖之后，我们像这样子转动几圈，让多余的糖浆自动流下去，不要让糖太厚了，然后再放在冰凉的烤盘上冷却。不过这样子呢，它会扁扁的，底部呢会有一个印。那我这里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穿糖葫芦的时候，这个竹签的尖端在下面，然后再准备一个泡沫。那我们先把这个水果滚上一层糖浆，可以轻轻的甩动一下。好了，那我们滚上一圈之后呢，可以把这个糖葫芦插在这样子的泡沫上面。那做好的糖葫芦，我们要等它室温冷却最少10分钟，糖完全凝固了之后再食用哦。如果我们在裹糖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糖浆的流动性变差了，导致水果表面糖浆呢太厚，我们可以把糖浆在小火稍稍加热一下，恢复糖浆的流动性。那我们恢复流动性之后再离火，继续拿水果裹糖。不断这样重复后，你会发现糖的颜色呢越来越深，裹的糖呢也会越来越厚。当你发现糖已经变成深棕色的焦糖状态，这样呢就不用再继续加热做糖葫芦了，否则裹的糖太厚，壳呢就会很硬，咬不动了。这里我取了2个冰糖葫芦的糖壳出来，首先这个呢是正常的糖壳，它呢是薄脆的，而另外的这个是变稠了的糖浆裹出来的糖壳，壳的厚度是刚才那个的2倍，吃起来呢肯定呢就会硬一点了。这里教大家一个装饰板，我们可以用它来拉丝，但拉丝之前我们还需要把这个糖浆稍微变稠了一点点之后呢再来拉丝。那我们这个糖浆冷却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就可以拉丝咯。那我们还要准备2个杯子，把它放在这里，再准备2根筷子。那筷子呢我们需要用这个厨房纸巾在上面均匀的抹上油。好了，然后把它架在这个杯子上面，像我这样子轻轻提起就甩，来回这样子甩动，
糖丝呢就会挂在这个筷子上面了，大家看到吗？大家能看见这上面的拉丝吗？然后我们把它先取出来，因为我们筷子抹了油，所以取出来呢是非常的方便的。然后我们拿一串糖葫芦起来，把这个糖丝给卷起来。糖丝刚刚做好之后呢，就要马上卷哦，否则的话呢，它很快会凝固，然后再卷的话呢，它就会变脆。那这样子的糖葫芦是不是瞬间变漂亮了呢？那我们这个糖葫芦因为上面裹了糖丝，就不能再放在烤盘上了，我们可以把它架在这个泡沫上面。冰糖葫芦如何保存呢？保存冰糖葫芦就是不要让糖融化了。那糖为什么会融化呢？因为水果有水分，空气中有水分，冰箱冷藏也有水分，所以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保存的。一般都是现做现吃。如果放冰箱冷冻保存，保存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冷冻保存过的糖葫芦需要室温解冻10分钟左右再食用。糖呢是不需要解冻的，解冻的是水果。大家都做完了之后呢，这个糖浆呢应该冷却的差不多了。那剩下的这些糖浆怎么办呢？它变得很硬，我的勺子呢都快拔不出来了。大家还记得焦糖布丁的番外篇焦糖牛奶那一期的焦糖牛奶怎么做吗？其实这个呢就是焦糖布丁那里面的焦糖了。那今天教大家做一个焦糖奶茶，其实做法呢几乎是一样的，就是里面多了一个茶包。我们要用红茶，奶茶一般都是用红茶做的。那我们先把牛奶倒入锅中，大家根据焦糖的多少加入适量的牛奶来控制奶茶的甜度，然后开小火把牛奶煮沸。煮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用勺子混匀凝固的焦糖，加速它的融化。可以用勺子把牛奶铺在锅边的焦糖上，等到牛奶冒许多热气的时候，就要注意咯，牛奶快要沸腾了。牛奶一旦沸腾，就要马上离火，否则呢会扑锅的。那我们离火之后，把这个茶包放进去，然后我们再盖上这个奶锅的盖子，让它焖一会儿，等那个红茶的味道呢都散发出来，那这个焦糖奶茶呢就做好了。那我们现在呢等了2分钟左右，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茶包给取出来。因为我们牛奶煮沸腾了之后呢，它表面呢会有一层浮沫，我们可以先把那层浮沫呢给滤出来。好了，我们把表面那层浮沫呢滤去了之后呢，就可以把它装在杯子里面啦。好了，那这一杯焦糖奶茶呢就做好咯。那今天我们的所有材料呢都没有浪费哦。那这个水果冰糖葫芦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去到我的网站 tinwei.com 留言，我会尽快回复大家的。如果大家也有做出来，可以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或者去到下厨房交作业哦。